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以假乱真的感觉？确实是比之前的这个界面要好看多了。Hello，大家好，我是悟空。那刚才大家看到这个界面呢，并不是谷歌 TV 到货了，不仅没有到货，而且还被砍单了。哎，说起来就是一把辛酸一把泪啊。那在这个谷歌商店购买东西呢，需要你有美区的信用卡或者美区的 PayPal 账户。那这两样我很显然都没有，所以被砍单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关系，我已经在这个淘宝代购了可能1个月或者更久的时间就会收到货，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谷歌 TV 的开箱以及测评，请大家放心。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给那些跟我同样遭遇的被砍单的，或者说并不想买这个 Google TV， 但是却想体验 Google TV 这个界面的这些用户。那今天我们安装这个软件呢，叫做 Launcher X。那这个软件呢，其实安装起来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它可以运行在安卓 TV 9.0的操作系统，比如说Shell TV 或者是米包 S 或者是 T， 这些都是安卓 9.0的安卓盒子，你都可以进行安装。那这些视频的相关资料呢，我都会放到我谷歌网盘以及 GitHub 上。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进行下载。如果你想知道这个 APK 的最新版本呢，你也可以去 APK Mirror 这个网站自行的去搜索和下载，因为未来有可能它会更新。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好，那第一步呢，就是先下载这两个 APK。那一个是这个 Launcher X APK， 另外一个 APK 呢是 Search Fix， 是用来这个修复这个搜索引擎的啊。这两个软件呢，你可以在我的这个 GitHub 去下载，当然你也可以在我的这个谷歌网盘去下载。大家记住一下啊，这个谷歌网盘的地址是不变的。那这边呢，我已经下载好了，就是这两个 APK。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 U 盘插到电脑上，然后我们把这两个 APK 拷贝到我的 U 盘上。好，拷完了。接下来呢，拔下 U 盘，然后我们打开电视盒子。好，打开电视盒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安卓原生 TV 9.0的界面了。那这个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的有点腻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把这个桌面给换掉。首先呢，在这个电视盒子上也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一开始是无法识别 U 盘的，所以我们要先下载一个文件管理器。那在这边呢，我们打开谷歌 Play。我们在这边呢找到工具这个分类，最下面找到工具，点开这个工具。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叫 Explore 的一个文件管理器。那这个文件管理器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我强烈建议大家下载这个文件管理器。好，那这边呢，我们点击安装。OK， 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安装第二个软件。第二个软件的名字叫做 Home， 具体来说叫做 Home Screen Launcher。我们把它点击安装。那这个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呢？那这个软件就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主页的选择器，所以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我们回到主页。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文件管理器。此时呢，我们把 U 盘插到电视盒子上面。OK， 那现在我已经插到电视盒子上面了。然后我们打开文件管理器，点击允许。好了，右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一个 U 盘，然后我们打开 U 盘，安装我们刚才说的那两个 APK。首先安装这个 Launcher X， 这边呢选择设置，我们把未知源打开，这样就可以了。再次点击 Launcher X， 这样就可以安装了。OK， 安装完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打开按钮是灰色的。所以我们并不能直接打开，怎么办呢？好，点击完成，然后我们回到主页，找到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软件叫 Home Screen。好，点击 Home Screen，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件就是列出你所有的一个启动器的界面。那这个启动器就是 Launcher X， 我们点击这个 Launcher X。OK，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已经切换到了Google TV 的 Launcher 的界面，那只不过第一次加载可能是比较慢的，大家耐心等待一下。OK， 那经过漫长的等待呢，我们终于把这个界面加载出来了。但是很显然，大家可以看到，那首页呢是无法加载的，那并且呢，它最上面的一些选项也是不全的。那最上面只有搜索、首页、应用以及影视库。那只有这个应用勉强是可以看的，还是比较漂亮的一个界面。但是我们很显然不会满足于如此吧？它这个界面呢，这样做的话就太简单了。
那影视库里面因为我没有购买过，也没有租赁过，所以也没有，所以就显得非常的空。最精华的部分反而没有加载出来。而这个搜索呢，还有一点小问题啊，我们搜索试一下哈，应该也可以用。点击搜索啊，也是可以搜索出来的。这个搜索功能其实不用修复哈，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把它修复一下吧，因为已经推出的这个修复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隐形的 bug 什么的，我现在可能暂时没有找到，但是我们最好还是安装一下。我们先把它安装上，保险起见还是安装一下比较好。好，这边我们选择安装，这个也是谷歌搜索的一个修复的程序。好，这边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页，看到这个就比较难受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怎么来规避这个问题。好，我们点击右键的这个设置，我们看一下设备偏好设置，在这边呢我们选择一个语言，那默认情况下肯定是一个简体中文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切换到其他的语言看一下。好，我们切换到英语，大家观察一下，它就会重新加载。OK，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当你切换成英文的时候，它就奇迹般的出现了。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的一些推荐的选项都已经出来了，包括为你推荐什么影片，然后包括 movie， 还有 TV show， 还有应用，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租赁的 library。而且我跟大家讲，现在我目前采用的是一个美国的梯子，但你即便是不用美国的梯子，只要你语言切换正确，应该就可以。怎么样？还是非常棒的。没法切换成中文，还是有点难受的。那是不是只有这个中文不行呢？我们再试一个其他的国的语言，我们试一下日语看一下。我们点击右边的这个头像，这边还有 setting， 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这个语言，看看可不可以。点击设备的偏好设置。我们选择这个语言，这样我们选择一个日本语看一下 OK， 它又重新加载了，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加载出来。 OK， 也是出来了，看到没？就不管你用谁家的这个梯子，都是可以正确加载出来的，只是我们切换了一个语言就可以。现在唯独不支持的就是简体中文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它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在这个界面下，我们点击这个 menu，点击 menu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选单，你可以把这个加入到心愿单当然了，这些日语我也不认识，只是我在英文的时候看到的。好，我们还是切换到英文吧，最起码英文我还是可以看得懂的。我们切换到英文 OK， 好，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那实际上它就是单独的一个软件，为什么安装它就可以调动呢？它是一个没有图标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借助第三方的软件，比如说这个 Home Screen， 它就可以调起你的这个启动器。那目前现在只有一个启动器，所以说它调起来就是这个，还是有一些 bug 的，大家看到没？刚才我点了一个影片就直接 crash 掉了，它可能检测到没有这个软件，就没有相关的这个影音软件，它就 crash 掉的。那比如这个，那这个是 Netflix 是有的，所以应该是可以调起来的。那有些就没有，有些是没有安装的，它可能就有点问题。那这个毕竟是一个第三方的软件嘛，所以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也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不用特别着急把它设置为开机启动。那当我们进到这个界面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那无论我们在这个界面停留多久，当我们点击这个 Home 键的时候，都会回到原生的这个安卓 TV 的操作界面。那如何来规避这个问题呢？让它每次点击 Home 键都回到这个界面呢？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找到这个设置，点击设置，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设备偏好设置，然后点击最上面的关于，然后我们拉到最底部，倒数第二项有一个版本号，然后我们快速点击4项。好，那这样呢就进入到开发者模式了，然后我们点击返回，大家拉到底部之后会发现一个开发者的选项。点击开发者选项，我们把这个网络调试打开。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TiVo 或者是 Mi Box 的话，你就打开这个 USB 的调试模式就可以了。
如果是 Shell TV 的话，你需要打开这个网络调试。好，那现在就已经打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台电视盒子的 IP 地址。那这边显示呢，它的 IP 地址是6.131。好，我们把它记下来。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回到电脑，还是从我刚才这个 GitHub 地址找到这个 ADB 的工具包，我们把它下载下来。好，那我们下载下来之后呢，解压之后有这么几个文件，一共有4个文件。我们双击这个 cmd.exe 打开了。然后第一步呢是先要连接这个盒子。这个 IP 地址是我们刚才记下的 IP 地址。好，点击回车。OK， 那现在已经连上了。连上之后呢，我们输入 ADB shell。好，那现在出现这个字符就代表已经连到了这个 ADB 的环境里面。那如果说这个过程连接这个过程有问题，比如说连不上，那你可以选择重启一下你的电视盒子。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执行这一句，非常的简单。它的原理呢就是把系统的这个启动器禁用。好，右键粘贴。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电视盒子，我们先回到这个界面。那我们执行这一句呢，就禁用了系统这个界面。我们回车。OK，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电视盒子上已经我们仅有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启动界面了。那原生的这个已经被我们禁用掉了。那我们点击 Home 键呢，依然是回到我们新安装的这个第三方的启动器。我们多点几次再试一下，还是这个界面，没错。那这样就达到了每次点 Home 键都使用我们第三方的这个启动器。那如果说大家想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状态呢，那也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用代码的话，那一句就可以实现了，就是这一句，重新启用这个系统器，直接执行这一句就可以了。我们回车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电视盒子再看一下，这时候我们点击 Home 键，大家可以看到又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状态了，对吧？还是比较简单的。那我再教大家第二种方法，就是当你禁用了这个系统启动器之后，我们能不能手动的方式启动？这个是可以的。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边呢，先把系统先禁用掉。好，现在已经禁用了。禁用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用代码。现在我们把代码关掉，我们就看这个电视盒子。我们找到这个设置界面，最右侧的设置界面，然后我们找到应用，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全部应用，查看全部应用，拉到最底部，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被禁用的 APP。好，我们点击这一项，就是安卓 TV Home。这个安卓 TV Home 呢，就是系统的原生的这个启动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按钮叫 Enable， 就是启用的按钮。它是一个系统应用，它只能够启用，但是却没法用界面的方式禁用。那这里边我已经给大家备注了，就是系统应用呢禁用呢只能用命令，而启用呢是可以用这个操作界面的方式。那接下来呢就点击启用按钮，点击 OK。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把原生的那个界面呢又启用了。我们点击 Home 键，大家可以看到又恢复了。所以说想恢复的话不难，直接用有界面的方式就可以实现。那禁用的时候就必须使用命令行去实现了。好了，那今天这个主题界面啊，就先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不会的地方呢，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好，那刚才呢，我在这个 Shell TV 上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软件的安装以及实际的体验。那总体来说还是丝般顺滑，非常的舒适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软件呢，我发现这个当你切换到这个简体中文的时候，它这个首页呢是加载不出来的。那当你切换成其他国家的语言，比如说美国的英语或者是日本的日语的时候，反而非常成功的就加载出了这个首页。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挺头疼的。后来我又看了一个香港用户分享他的这个安装的体验。它是挂了一个美国的 VPN， 竟然可以成功的使用这个繁体中文，就加载出了这个首页。所以你说到底是地区的问题还是语言的问题呢？这都不好说。那如果说开发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这个软件在后续的这个操作体验上就会有大幅的提升。当然了，我只是演示的这个 Shell TV 上，其实是在小米上或者是 TiVo 上同样的操作都是可以实现的。好了，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边。如果喜欢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转发这个视频。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